我们一般认为的病，其实都是在跟你发讯息，别把它当成病。打喷嚏、咳嗽、扁桃体肿大、喘息、发烧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是疾病的症状。其实啊，它是在身体里头扮演着重要的维稳生命的角色呢。它们就是身体在打电报，在打讯息，告诉你你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你是不是已读不回啊？不然就是解读错误了。害他气到后来都不跟你讲话了，最后你就贵州海尿尿啊！我现在啊，就来跟你讲一讲，人的身体会发什么讯息给你，提醒你。拜特姐，你要看一下哦。哎，胡乱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为何说发烧是帮身体排毒？发烧最容易被误解。今天来好好的讲一讲发烧。本来啊，病菌病毒在鼻子那个地方呢，就被鼻黏膜了，什么打喷嚏等等，把它给排出去。结果你没有这个反应，你没有打喷嚏的这个反应，或者没有产生鼻涕，结果呢，这些东西往里面去，往里面去了，去到扁桃体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应该扁桃腺就应该把这个病菌病毒拦截了，结果是它还是没拦截到，于是再进到里头，进入肺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你身体里头就发现到，哎呦，有不对的东西进来了，于是就开始发烧。发烧来杀死这个病菌病毒，可是它还是没有杀死的话，那这样子就大麻烦。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只要一发烧就怎么样，用退烧药让它不发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啊！不发烧才是坏事儿。其实啊，这都是错的。发烧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反应，在帮助你杀死病菌病毒，你竟然的用退烧药来退烧，结果呢，这个病菌病毒让你生更严重的病，最后麻烦大了。适当的发烧是必要的，教你怎么做可以让身体安心的发烧。你可以这样，你看啊，孩子发烧了，结果呢，感觉到规张厚厚，还能够跑，能够跳，看他喉咙会不会痛。如果喉咙不痛的话，让他喝杯热水，盖个被子，把汗逼出来。把汗逼出来了以后呢，把那个汗给擦干，不要再吹到风，病毒就被这个发烧给杀死了，烧自然就会退了。所以中医以前就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例如桂枝汤啦，或者是麻黄汤啦，或者是大小青龙汤啦等等，他就干什么？就是当你发烧的时候，他用这些药物的热呢，让身体发得更热一点，更热的时候就很快把病菌病毒给杀死。因此呢，你就出了个汗的时候，这个病菌病毒就因为这个热而死亡了。这个时候一出个汗，身体就好了。所以记得不是用退烧的方式去退烧，别再一味的吃退烧药，或者是要求医生给你退烧。别急着止咳，好处很大。咳嗽先别急着止咳，咳嗽不是坏事儿。对呀，万一咳出来的是钱，你才会发现你自己是有超能力的，能像提款机一样，吐超，先来说说什么是咳嗽、打喷嚏。咳嗽和打喷嚏啊，是一种反射动作，不是想叫它咳它就咳，想叫它喷它就喷的。简单说，它就是在帮着你把跑进身体里头的寒气、湿气、灰尘，或者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细菌啊、病毒啊等等，把它给排出去，是这个意思啊。身体会警觉到你进来的不好的物质，于是呢就会打喷嚏或咳嗽，这样就可以把病菌、病毒或者是那些异物啊、灰尘啊，什么东西就把它给排除出去，不要让它们长驱直入到肺或者到更深的器官里头去。咳嗽能发热，维持身体正常运作。如果身体觉得冷，也是会用咳嗽来发热，很好玩啊！咳嗽其实是让肋间肌在这里运动，还有横膈肌在这里运动，有没有？你想想看，你在咳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肋间肌运动，横膈肌运动，这一运动就发热了。其实呢，咳嗽就让这些肌肉动了，一动了就发热，那么身体呢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这个时候，聪明的你赶快多穿件衣服或离开寒冷的地方，身体就不会再进一步被寒邪侵袭而生病了。自发性咳嗽是帮心脏做 CPR。当你的心脏不对劲儿的时候，你也会咳嗽，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咳嗽其实是在帮助你做心脏按摩 CPR， 救你的心。
千万别止咳，把个咳嗽压抑下去，心脏的疾病就可能更严重。还有，你要感恩，要谢谢你的咳嗽，感恩谢谢你的打喷嚏。最重要的是找到为什么打喷嚏或者咳嗽的原因，把那个原因消除了，就不会一直咳嗽，一直打喷嚏了。提醒大家。这里说的是自发性的咳嗽来替心脏按摩，别以为心脏出问题了就咳这样咳哈，可以帮心脏按摩，不是那回事。是说当你的心脏突然的你觉得心悸或什么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身体自动的就在咳嗽，帮助你做 CPR 了。赶紧学起来，中医简单超有效 CPR。有人呢就发现哈。中医也可以做心肺复苏术，也就是 CPR， 怎么做的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新唐人电视的节目里头啊，曾经有过一位老医生，他就讲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非常好的心肺复苏术，不是像现在我们用这样敲啊，用力敲的那种方法，不是的。它怎么样呢？其实呢，这就是掐到这个胸大肌、胸小肌这个地方，用手扣住它。然后用力拉扯，这个时候呢是压到了几个穴道，这几个穴道有2个肺经的穴道，中府云门，还有一个是心经的，这个叫做极泉穴啊。这2个压到的时候，你知道吧？疼痛的不得了。这个时候一疼痛，你的肌肉疼痛，你的神经疼痛，这个神经立刻传导到头脑里头去，让你的心脏能够复苏。你的肺能够复苏，结果呢，你就不会遭到生命的危险。我们的小编会把新唐人节目的连结放在底下，可以去看一看那个节目它是怎么样来做的，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讲所谓的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当时看到那个人这样子刚要倒下去，心脏休克那样子一刹那时间，你能够立刻用了中医的心肺复苏术，结果呢他就好起来了。但也就是像现在急救团他们遇到了人倒下去的时候，立刻就给他这个按摩心脏，是一样的意思。爬楼梯会喘，好累，按一穴强心肺。喘息、发烧以及疲倦，其实都是在帮你不生病，用心良苦啊！怎么说呢？来谈谈身体为什么会需要喘息。身体需要喘息，很可能是因为肺里头的，例如说跟空气接触的肺泡不够用了，或者是被液体所塞住了，也就是生病了啊，让这液体塞住了，使得肺里头的气体没有办法交换。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发的用喘息的方式，使它能够提供多一点的氧气，以利用其他有用的细胞可以交换气体。你看身体是不是很聪明的？它最清楚你身体的困难，随时做出最适当的反应措施。如果能知道这一个提醒，赶紧把引发缺氧的原因解决了，而不是去压抑那个喘息，身体自然就不会有事儿了。另外我还跟大家提一个穴道，这是自己可以做的。当你觉得你心脏有什么不对劲，例如说哎呦突然的心悸或者是爬楼梯觉得喘喘吁吁的啦，走路走的喘喘吁吁，这个时候你压一下一个穴道，这个穴道是在大肠经上头的一个穴道，在手指大拇指的后头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洞，这个很大的洞呢，它叫做阳溪穴，你就把它这样轻轻压按，有点酸酸重重胀胀的感觉的时候，深呼吸一下，其实就是让你的横膈肌、肋间肌都用了很强大的力量在那里动了。这个时候你吸到足够的气，心脏也好了，肺也好了，这是自己做的心肺复苏术。扁桃腺肿，它在拦截病菌、病毒。再来跟大家谈一些你有点熟悉但是很陌生的扁桃腺。扁桃腺肿起来是在帮助你防御入侵的病菌、病毒，你知道吗？扁桃腺发炎的时候，喉咙就会很痛、肿大，然后呢，吃点东西都痛，甚至于吞口水都觉得好痛。其实那个扁桃腺呢，它是一个淋巴系统，它是淋巴腺。你知道吗？当你的病菌病毒从鼻子进来要到咽喉的时候，因为在鼻子那边没办法阻挡了，它就进到扁桃腺这个地方，让扁桃腺这里的淋巴呢就开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的一个效果，也就是它就是咽喉的第一道防线。病菌病毒入侵的时候呢，扁桃腺这个地方把它挡下来。
为了大量的拦截这些个病菌病毒，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用肿大的方式来反应。这个肿大呢，就是里头血液啦、什么淋巴啦，还有白血球啦等等，都到这个地方来，是来消那些病菌病毒了。可是呢，我们却用一些消炎的药来干扰自己身体对抗病菌病毒的这个作用的话呢，那其实是很傻的行为，知道吗？好，只要把病治好了，入侵的病菌病毒被杀死了或赶出了体外，扁桃腺就自然的不会肿大了。提醒大家，扁桃腺是抵御病菌病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听到了许多人因为扁桃腺常常发炎而肿大，就觉得很不方便，认为它不重要，它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腺体，就说，医生啊，能不能把它割掉？割掉扁桃腺，病菌病毒欢迎光临。那医生当然就只好听你的，就把它给割掉了。这一割掉，你知道吗？你替孩子做这个决定，孩子将来会怨你的，你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了扁桃腺的话呢，下一次病菌病毒就能够直接的长驱直入到身体里头。病由心生，心善，病好的比别人快。病其实就是心的病，你知道吗？你看啊，中国字很有意思啊，有一个字呢叫做床，就是一点一横，然后一撇，上面加2点这个字儿。这个字呢就是病的所有病的总称的这个字儿，这个字念作床。这个床里头呢，你看啊，很特殊啊。我们中国字啊，造字就很妙，它里头啊放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个叫做10天干。10天干里面，你知道可以放哪2个字进去吗？只有放丙还有丁这2个字进去，也就是这个加个丙呢叫做病，加个丁呢就叫做丁，也就是生这个皮肤上的一种病，对不对？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只能够放一个火进去，放一个火念谶，这就是疾病的意思；放2个火，这叫痰，也是疾病的意思。也就是从这一点来看，10天干也好，是五行也好，放在里头呢，就只有10天干的丙丁或者是五行的火放到里头。火跟丙丁是什么呢？火跟丙丁其实就是心的意思，也就是人生病常常都是心来的。与人为善，心地要善良，心善良了，身体自然就不生病了。看完胡医师的影片之后呢，记得要转分享，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一定要做哦。动动你的手指头，分享出去，让身边的人都健康，你的心就是最善良的。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请大家下载一个 APP， 叫做干净世界。以后我会在干净世界里头放一些其他频道看不到的内容，赶紧上去注册，让我们用对的选择改变网络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干净。小编会把下载的网址放在留言区，谢谢大家，拜拜。